你回来啦！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修心天道。我是元福，一位70多岁的老僧人，经历了人生种种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心智的牢笼，解开心灵的枷锁，成就幸福的人生。让我们一起在身心灵全面成长的道路上前行。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：福报与命运。古语有云，人受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，嘴巴有富贵，福报自然来。生活中我们都有过失望的经历，看到别人拥有美好的生活，事业成功，心中不免羡慕不已。看到别人佛法修持得很好，很希望自己能达到同样的境界。可是虽然我们非常努力，偏偏不遂人愿，想拥有的得不到，精心计划好的事情一再落空，凡事都难以如愿。为什么有的人拼命努力也不成功，而有的人看似毫不费力就能如愿以偿？其实获得成功有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关键因素：福报。什么是福报？弘一法师曾说，如果你心眼好又有德行，那你一定有福报。如果有福报却发不了财，请不要疑惑，是你的福报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、平安的日子、温暖的家庭和有良德的子孙。福报不一定让你很有钱，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。弘一法师说，有福报的人不一定会很有钱，但如果一个人连福报都没的话，那一定是不会有财富的。那么福报多少对应如何显化呢？易经里是这么说的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个德和物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德就是福报，也可称福德。很多人认为物就是金钱、财富，其实这个物指的是一切有为法的人、事、物、念头、想法，包括健康、长寿、婚姻、子孙等等。所以厚德载物在这里就换成厚德，因为只有把福德积厚了之后，才能得到想要的一切。这里有一句口诀：厚德厚物，薄德薄物，缺德缺物，无德无物。这么一看，我们各自处在什么阶段就一目了然了。如果我们缺物，就知道我们缺德；如果厚物，就知道我们厚德。其实这些都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转化的结果，是因能量的变化所产生的现象。生命中一切现象其实都是受能量的影响。能量守恒与福报。例如，我被人踩了一脚，我会瞪别人一眼，这是因为能量在平衡。如果别人不想让我瞪他，就会马上对我说一句对不起，这一句话就刚好平衡了能量。众生累生累劫过去的业都不一样，就好像是众生过去挖的坑深度都不一样。直到后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，毕竟根器不一，因缘不一，所以众生填坑的速度自然不一样。有些人速度快，一下子就填满了；有些人的坑比较浅，几个月就填完了。这些人的道路是平坦的。还有些人过去挖了100米、1000米的深坑，平时又不努力，所以这个坑永远都填不完。具体表现为生意顺利或不顺利，身体健康或不健康，家庭幸福或不幸福，这些就是个体的直接差异，也是典型的因缘果报。生命中一切的现象都是受能量的影响，都是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的在创造。福报的转化。就如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蓄电池，但蓄电池的电量不是固定的，它是变化的。我们随时都可以改变生命中的蓄电量，但是在这一刻没有采取改变时，它就是一个定数。比如有些人拼命去赚钱，就是把蓄电池里的电全部转化成金钱，
当然他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。有时候拿钱去填补坑还不一定填得上来，所以就会看到很多有钱人到最后花钱去治病也治不了，就是这个原理。再比如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该得到一套房或者一笔钱时却没有得到，都会认为他是个傻子。但其实从能量的角度去看，该得的他没有得到，他的能量依然会储存在蓄电池中，而这些能量可以转化成健康、长寿，还可以转化到子孙后代身上。所以就会看到很多人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家庭幸福美满，无病无灾，子孙满堂，其乐融融。这其实就是很好的能量转化，更是很好的福报显化。4. 能量转化与人生现象。众所周知，能量是可以转化的，电能可以转换成光能，所以我们的灯泡能发光。而我们日常无论是开心、幸福，或是分手、破产，皆是能量决定的。在不同的能量等级，就会显化不同的现象。所以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，世间万物会自动的平衡，这即是大道。当一个人的德比得高时，这个人就会无法拒绝得到，你不想要都会变着法送到你面前，这就叫天降福报，因为福德厚。那相反，得比德高了，这个人就无法抗拒的失去，必定会出现灾难。就像有些人好不容易赚到钱，突然生场大病住院，一下就得花大几十万，这就叫做德不配位。老子说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大道非常平衡。你德高，上天就会让你得多；你德薄，上天就会收走你多得的，去补给那些不足的人。所以当明白这个道理时，就应该时常自省，自己外在得到的是不是比内在多，多了就一定要补得。只有道者，已有余奉天下，有智慧的能遵循大道的人，就会将多余的主动奉献给社会，这样的合德的天秤就会平衡，自身的能量和福报也不会亏损。5. 修行与福报。对于修行的人，赚钱的路上就是在修行，因为这条道路上你会遇到各种人事物，既是自度的过程，也是度人的过程，而这段经历才是最好的修行。赚钱过程中所获得的金钱，其实只是个能量的显化现象，是顺带的人。因为金钱是不断流动的，就像自身的能量一样。当你福报修得越来越高的时候，自然你所显化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。当然，相比起钱财，我相信不少人更愿意家庭和谐温暖，子孙有良德，他们会认为这些已经是人生最大的福报了。但不论得到哪种福报的显化，最主要的是我们都要把自身的心给修好，因为一切为心造。6. 心念的力量。只要我们的心是善心，我们的思想是善念，我们的语言是善语，我们的行为是善行，那么在面对任何生活的烦恼问题时，我们自然就能化烦恼为菩提。毕竟生命只是场历程，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，皆是场电影而已。正如四字真言观电影法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以诸位无需介怀那么多，你给自己一个高度，世界总会还你一个尺度。只要人心存善念，必会好运和鸿福相伴。福报并不是凭空出现，也不会无缘无故出现，而是靠自己积累和修来的。福报就像银行卡里的钱，是需要自己去积累的。当一个人的福报越来越多，就像我上面说的厚德载物，德比得多的时候，你想到的以及莫想到的都会全部显化出来。7. 积攒福报的方法。那么如何积攒福报能量呢？
下面我将与你分享6个方法，可以快速地提升我们的福报能量。做到了，好运自然会来。1. 孝亲敬长，报4恩。知恩感恩是消除违缘、培植福报的好办法。佛教也反复在说，上报4重恩，包括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土恩、三宝恩。对于父母长辈生我育我的恩情，自然是要知恩感恩。大乘本生心的观经中也说，孝养父母，若人供佛，福等无异。孝养父母不只是经济上、物质上的供给，关键还是要让父母长辈对自己安心放心，常常报个平安，聊聊近况。2代人之间必定有代沟，我们希望父母理解我们的同时，也要理解他们身上的局限性，可以为他们创造机会，找到一些兴趣爱好，与社会产生关联，既丰富晚年生活，又不使他们过于与社会发展脱节，多一些共同语言和理解。净行品有记说，孝事父母，当愿众生善事于佛，护养一切。意思是说，越懂得孝顺的人越有福报。和谐的家庭氛围是一个人最实在的福报，这样的家风还能代代相传。2. 行善助人，断恶修善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意思是比发心建造佛塔的功德还要大。无论是救人性命，还是及时出手相助、救急救难，都是大功德。不管新闻里有过什么样的事件，都不能成为我们冷漠的理由。别人怎么对我，是我过去的因缘，而我怎么对待别人，是我今生的修行。看到路边的孩子落单或面临危险，及时上前询问或制止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留意学习急救常识，公共场所看到有人摔倒，该上前帮助时也无需犹豫。在生活中，愿我们都不会沦为沈默的大多数，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热心的人，做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，福报自然不会少。3. 戒杀护生。大制度论纪云，诛于罪中，杀业最重，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首先，无论人还是动物，众生平等，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，都有生存的权利，本质上没有贵贱之分。所以请不要随意伤害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6道轮回的存在，大到牛羊，小到虫蚁，畜生道的众生，其实在无数劫的轮回中，或许曾是我们的亲眷朋友。我今幸而未忍，他们此生不幸堕入畜生道，就知唯恐不及，又怎么忍心杀害呢？所以在为老人庆祝寿辰，或是幼儿满月、周岁，又或是其他喜事时，既然希望共庆祥和，相比1掷千金、消耗福报式的摆排场，若选择素食宴席，甚至能有新护生放生，才是真正的祥和，才是为家人积累福德的做法。4. 布施得福。佛家中的布施有3种。1. 财布施，指的是物质上的给予，把自己拥有的金钱、食物、药品等适当的给予他人，从而能帮助别人更好地生活下去。2. 法布施，指的是精神上的布施，比如向别人宣说智慧语言、经典经文，给予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，帮助别人放下烦恼或者解除心中的困惑。3. 无畏布施，当他人的生命或安全受到威胁，或是遭遇精神创伤的时候，对他们施予安慰和救护，使他们脱离危险，感到安全，消除恐惧。不论是哪种布施，都是好处多多，因为只要布施，就一定满足6度万行中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既能培福，更能增慧。倘若一个人对自身财物、享乐看得太重，人生会逐渐迷失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先从力所能及处尝试着做起来，能体会到放下对财物贪执的轻松，体会到帮助他人后的喜乐，并且带动社会风气越来越好，对于我们自己和后代都是巨大的、实实在在的福报。5. 少色多得。古人言，万恶淫为首，一个人贪求美色，行持邪淫者如何汇聚足德行呢？所以若想福德因缘深厚无比，就不要将生命浪费在美色上面，而是需要注重道德和修养，在这2个方面努力用功，自然能够福德因缘深厚无比。淫色也泛指一切过分的行为和欲望，当我们的能力跟不上欲望，痛苦烦恼就会源源不断袭来。六祖坛经说，外不住相未产，内不动心未定，这些好看又动人的表象背后是对人心的蛊惑，没有定力的人就很容易住相动心，如果守不住内心，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。佛家中常常提到的放下，就是让我们众生放下欲望。如果人人能够放下内心的贪嗔痴慢疑，那么就会不断增长自身的福报，长此以往皆能诸事顺遂。6. 常诵读经典，恭敬三宝。万事万物存在的形式都是能量，同样书籍和文字也是一种能量。想要获得能量的加持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常诵读经典经文，借着古代高僧大德的传承文化，去感受最究竟的智慧加持，才是获得有为法中最上乘的福德。从入世的角度而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早就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。如果能够进一步亲近佛法，恭敬佛法僧三宝，不仅有佛缘，更是有福报的体现。见到佛像恭敬礼拜，遇到法师尊重核实，拿到经书法宝珍重待之。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，主动去了解各位佛菩萨的由来和大愿。若是能以他们的行和愿作为自己效仿的目标，秉持著文书志、普贤行这样的发心，就更是殊胜的福报了。8. 实践中的福报积累。上述这6种积福报的方法，都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，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不断提醒自己，毕竟日行一善，好过心血来潮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实践方式，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福报。1. 付出爱心与关怀。爱心与关怀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能够感化人心，带来无尽的福报。例如，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人微笑，关心朋友的需要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些都是小小的爱心付出，但它们能够积累成巨大的福报。2. 守护环境与自然。环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守护环境就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减少浪费，节约资源，保护环境，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无尽的福报。这不仅是对自然的守护，也是在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。3. 弘扬正能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分享正能量的故事、语言和行为来影响周围的人。例如，分享一些励志的故事，传递正面的思想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积累福报。4. 参与慈善活动。参与慈善活动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积累福报的方式。我们可以捐款、捐物，或者参加各类慈善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不仅能够积累福报，也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。5. 修身养性。修身养性是提升自身福报的重要方式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培养高尚的品德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积累福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
我们可以通过读书、冥想、修行等方式来修身养性，提升自身的福报。9、福报与命运的关系。福报不仅仅是改变我们的命运，更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圆满和幸福。当我们拥有足够的福报时，我们的事业、家庭、健康、财富都会变得顺利和稳定。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会变得和谐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平静和快乐。福报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困难中得到支持，在迷茫中找到方向。当我们不断积累福报，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。10、福报的长期积累。积累福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实践和反思，不断的修正和提升自己。每一个小小的善行，每一次真诚的帮助，都是我们积累福报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考验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最终一定能够看到福报的显现。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圆满和幸福，我们的心灵将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结语：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祝福大家身心安康，福报绵延。透过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福报，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福报，提升自己的修行水平。让我们一起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共同成就一个更加幸福和美好的人生。感谢大家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元福再次提醒大家，福报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通过我们的行动，通过我们的善心善行一点一滴积累而成。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的善行，都在为我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当我们拥有足够的福报，我们的人生将会充满光明与希望。你回来啦！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探讨、分享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福报，如何通过修行达到身心灵的全面成长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让更多的人得到福报，成就幸福的人生。随缘订阅、分享、赞好，让这份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启发和帮助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愿大家平安顺遂，福慧双增。